到年底呢，这政企分开，这是板上钉钉的。这一步既然迈出去了，我就不会因为个别人的不理解，去停下或者放缓。但是你现在划拨出去的，你比方说学校、宾馆、医院，这都是港口人引以为豪的资产呐。港口企业化目的就是把东江港和市场需求对接，你应该多抓抓管理，多抓抓经营，要尽快的让港口能够出利润，而不是一下上来就是人心尽失。领导提出深化改革、政企分开，归根结底不还是让港口人能够受益吗？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秦局，我们两个对这个维护港口利益上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的分歧。可能对待一些事情上呢，我们看法有点不同。比如说像港口医院、港口宾馆、这个港口学校，这些我们引以为豪的单位，您觉得他们在我们的管理下，真的是发挥了最好的作用？他们的职工真的过上了最好的生活吗？我们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你我们当这个局长能当，你让我们当个校长，去管一个宾馆，我们未必管得好啊。所以我们把它抛出去，并不是我们不管他们，而是我们给的空间，让他放开手脚，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他们的员工过上更好的生活。啊，是这样的，我们新上任的江局长正带着我们大刀阔斧地搞改革。可是这一上任就困难重重，我作为下属也想尽点心。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港报的人可以进入到更好的媒体平台，我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你们江局长我可是听说过的，他可是个风云人物呀。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那我可得好好认识认识。哎，秦局长，哎，下班了，今儿中午去我家，咱们大伙儿吃吧，红烧江鱼，我再开瓶好酒。你家？那是你家吗？嗯？办公室通知的截止日期是哪天啊？你们怎么还不搬啊？我没地儿搬，我不搬。秦局长，咱们港务局上下，谁不知道您秦局长最体贴关爱职工生活？他江河三头六臂啊，一来就拿咱们开头。您就是再好，也不能容他这样啊！您得给我们做主啊！那现在还有几户在楼里硬挺着？胆小的都搬得差不多了，还剩3、4户。这江河不是等闲之辈啊！我看你们还是抓紧搬吧，要不然闹僵了，大家都难看啊！那等他把我东西扔了再说。秦局长，你是我们公认的老大，这要真刀真枪干起业务来，他江河马尾上拴豆腐，根本提不起来。你呀，能就能在这张嘴上，那鱼留着你自己吃吧。哎不，秦局长，鲁编这么认真呢？哎呀，沈大才子啊，听说你调回局办了啊？嗨，甘为马前卒。这江局长说了什么甜言蜜语，把您老给招安了？想知道啊？嗯，问他去啊。我学习学习啊。这文章立意不错啊，有理有据，结构严谨。嗯，就是这标题有点那什么了吧？标题怎么了？你看啊，是什么阻碍了东江港的发展？这标题有点咄咄逼人了。你不如改成为东江港的发展注入活力，更平和，更能让人接受。眼下的东江港啊，
要统一认识，没必要发起论战，润物细无声嘛。可以。那你这标题我也不能白用啊。行，别吃了，晚上请你吃大餐。哎，到点了，说走咱就走。就走了？走啊，下班了。走。刘黑子，这不沈一威的车吗？是，沈书记被你调回局里了，他就把车送给我了。我想着你下班这么晚，想送你。那多谢了啊，送回家吧。咱事先说好啊，就这一次，明天你再来，我也不会上你车的。晚上你要去医院照顾你老婆，别把自己搞这么辛苦啊。港务局的领导要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啊，要不然东江港也不至于混得这么惨。你这是给我拍马屁吗？啊，这可不是你刘黑子的性格啊！我就拍你马屁了，你是从早忙到晚，可是那帮孙子，哼，一天正经事不干，就知道胡吃海塞。有你说这么严重吗？这，你要不信的话，我领你去港口酒店看看，他们肯定在那儿公款消费，大吃二喝呢。行，你带我去看看吧。好。哎，吴倩，不是说好吃饭的吗？一杯咖啡就打发了。少不了你的。哎，说正经的，威子，你说这现在这局里反对声音这么大，我还能做点什么帮帮江局长呢？你想帮他，当然是用你的优势了。港报这点宣传作用太小了，没用。那你说说看，为什么局里有那么多反对他的声音？钱呗，这港口的下属单位都是领导的自留地，这一旦划出去了，能不心疼吗？能不反对吗？触及到干部的自身利益，只是一方面原因，这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过另一个因素，你倒是可以帮着分担的。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写文章，你还可以在局里组织几次干部职工的讲座。绝大多数人对江局现在所做的事儿都是懵懂无知的，他们看不到长远的利益，所以你得把未来的蓝图勾画出来给他们看，他们不就明白了吗？很多矛盾和不理解的发生，都是源于交流太少、沟通不到位。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沈大才子，这江局长看中你是大大的有道理。你拉倒吧，什么学会捧杀我的呀？哎，吴倩，这么晚了，他跟刘黑子到这儿来干嘛呀？江局长您来了，您是来找朱爵，他们在里面喝酒呢。把账单给我看看。好，这您看一下，一共8855元。澳龙2吃，嚯，都是硬菜。这帮王八蛋！黑子，你先回家吧。不行，你要进去我得跟着，我不放心。好，走。哟，今天必须得喝好，酒量不错，就是杯是圆的，酒是甜的，啊，感情是处不完的。来，漂亮啊！再来，15，还有10。来，啊，将军，真是来得早，不是来得巧啊！服务员，来套餐具来。啊，走。再来2瓶榴莲醉。再。
江局长，您看要不要加2个菜？都这么多了，还要再加吗？陈经理啊，你们今天这是私人小聚啊，还是公务宴请啊？哦，将军，是这样啊，这位是崖山煤矿供销科的刘科长，啊，他是受赵副矿长的委派过来跟咱们沟通一下前一阵儿一些不愉快的事儿，得有来有往，是吧？这样啊，那个今天是咱们做东，请刘科长啊，那个刘科长来，行，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江局长，你今天太有幸，江局长一来，你看这档次马上就上来了。你再敬刘江局长一杯，敬江局长一杯。久仰。您的大名在我们崖山煤矿那可是如雷贯耳啊！今日相见，幸会，缘分，敬您一杯，来。哎，先不忙着喝酒，我先冒昧的讨教您一个问题。哎，讨教可不敢当，您有问题就问，我肯定知无不言。这贵矿山啊，近3年在我们煤码头的煤炭中转量是逐年递增啊，还是递减啊？这不难为刘科长了，来坐吧。其实您不说呀，我也猜得出来，这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这明摆着嘛啊！在你的码头得不到优质的服务啊，又被克扣和刁难，那只有脑子进水的人才愿意在你这儿走货呢。这喝1、2顿酒，能起什么作用呢？刘科长，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江局长所言极是，所言极是。所以啊，我后面要说的话呀，是说重了还是怎么样？不是针对你啊，提前希望你原谅。哎，江局长，您言重了。陈经理，哎呀，这请一个客户，要这么多人作陪啊？我们东江港还真是好客呀。恕我眼拙啊，有几位还不是我们东江港的吧？这，陈经理啊，你们煤码头是我们东江港的利润大户，可是这2年这煤炭中转量是1年不如1年，这工人都快开不出工资了，他们要靠摆地摊、开摩的来贴补生活，你们倒好啊。这一顿饭能吃8天。将军，这都是必要的业务。对，必要业务。哎，各位看看，这里面盛的是酒吗？是酒，正宗的刘伶醉。好酒。我怎么觉得这里盛的是工人的血汗呢？你们真他妈喝得下去？别，叔，他今天不是来捧场的，他今天是来砸场的。闭嘴！别，煤码头请客，你算哪根葱啊？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咦，我看你就是来砸场子的。别，老子就是来砸场子的。我让你们喝。坐。嘴。叔，嘴。叔，你这人怎么？这什么情况啊？夏，你看这个长得多像你。来看一看。来，你看，来。
这个好看。哟，你看看。老板，这个便宜的，你有什么事吗？你们店里有宝石吗？宝石有啊，你想要什么样的宝石？当然是世间罕见的啦。那好，随我来吧，楼上请。这挺好。拿着。你看这个。不知老板可曾听说过九眼天珠？九眼天珠，确实是世间罕见呀。小妹妹，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呀，也特别喜欢给我的男朋友使小性子。哎呀，看着他惴惴不安的样子呀，我还真有点小高兴。做的最早一班，还不是想早点见到你啊。好，待会儿见啊。怎么了，西亚？你要买这些东西啊？这么贵？走了。哎，快啊！哎呀，弟兄们，我跟你们说个事儿，你们是没见到昨天晚上将军那个威风啊！那帮人喝到5迷3道的时候，将军哗的推门就进去了。那帮人一看，全傻眼了。哎，然后呢？还能接着吃吗？哎呀，别着急呀。那个陈经理傻呵呵过来还问呢，将军，你看，要不要再加2个菜呀？那将军怎么说的？将军扫了他一眼，说：“桌上这么多菜，还不够你们吃的。”说完，顺手拿起一杯酒，又说道：“我看你们喝的这不是酒，喝的是公务人的血汗。”就是。说完，啪，杯子一摔，扭头就走。这个早就应该这么干。局里那几个家伙就差收拾。是啊，哎，我看着都解气。哎，黑子啊，你不怕得罪人啊？我怕他个屁！什么？事情闹得这么大？可不是吗？弄得阳山煤矿刘科长简直是下不来台，太难受了。现在局里上下都传开了，说新来的局长醉酒闹事儿，根本就不顾重要客户在场，是吗？对啊，昨天海岩喝的多了点儿，可能说话语气有点冲。那你江河也不至于发那么大火，当着那么多人，啊，差点把他踢出去。你们也是，这招待费本来就超标，江河一直嫌没处下手，嘿，你们也不收敛点儿，这不等于把枪杆子往人手里递吗？你能怪谁呀？老齐啊，阳山煤矿这些人你又不是不知道，那随随便便一顿饭就能把他们打发了吗？谁不愿意大晚上在家陪老婆孩子躺着看电视啊？跑那儿去把自己往死了灌？我们有病啊！这不是为了把业务搞上去吗？把那帮大爷伺候好了，对不对？人家刘科长是赵大夫派过来跟咱们缓和关系的。你这么一闹，这顿酒白喝了。就是。行了，你们也别抱怨了。老朱啊，回头你找机会安抚安抚刘科长，跟他解释一下。江河这么闹，但是煤码头的工作可不能受到影响。拉倒吧，我才不帮他收拾这烂摊子呢，爱咋咋地吧。就是，他的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你还在这掺和事儿，啊？这今天好像是限期搬房的最后一天了吧？你就不怕江河跟你们较起劲来，把你们的东西都往外扔啊？那又不是我家一个人的事儿，他有种，全部都给扔了。进来。那局长，我们先……你们出去吧。海部处长，赵主任的通知收到了吗？
秦局啊，一会儿去会议室吧，我让赵小苏把那个值班楼还没搬走的住户都叫到会议室了。哦，这个东江港局面的打开就从这件事开始，您的意思呢？啊，我举双手赞成。这局里三令五申的，他们还赖着不走，实在太不像话了，必须用雷霆手段。也怨我这件事儿一直对他们狠不下心来，所以才久拖未决的。好，那个过一事都翻篇了啊，那一会儿我需要你的鼎力支持啊！啊，那是当然了。是啊，你怎么突然又改变计划了？就是啊，我们一帮雪山扮演古城还都没去呢。才玩几天？你不是来散心吗？待几天吧才。我家里临时有点事儿，我爸让我先回去一趟。没事吧？看你脸色不太好，要不我送你去机场吧？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去就行了。你们就先玩吧，帮我跟其他同学也说一声，我就先走了啊。好吧，那你回去记得来个电话。好，送你到外面。走了啊。不能办，人家仨孩子搬了，家没地儿搬，上有老下有小。仨孩子往哪搬呀？搬要搬上。大家都到了啊，来喝茶。这朱副局长的茶都尝一尝。之前啊，我给了大家10天时间啊，请诸位搬出值班楼。有的同志呢，这个大多数人对这项工作还是支持理解的。不过这至今还没搬走的人，我有点想不明白，这心里是怎么想？是想拖自觉，一拖再拖，想把这事儿拖黄了？哼！所以呢，今天啊，请大家过来，跟大家聊一聊。希望大家呢也别让自己太难堪，也是理解我的工作吧。啊，这个一个企业呢有一个企业的规章制度，政令不通，这企业必垮无疑。哎呀，有人发牢骚，说你这江河局长吃饱了撑的啊，这点小事也管。可我这点小事我都管不了的话，我还当什么局长呢？我家住房紧张。岳父岳母来了没地儿住，我总不能让他们睡大马路上去吧，对不对？跟港务局干了一辈子了，连这点人情都不讲吗？就是呀，领导要关心我们群众生活。如果港务局不管我们死活，那我们就反映到市委去。我赞成，赞成。我们一家老小住哪儿？我坚决不搬，我不搬。要搬你们搬，我不搬。这理由成不成立啊？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明白。想到上级反映就去反映吧，那是你们的民主权利啊。不过海副处长，如果你要是大姑姐、小姨子都来了的话，我江河是不是也得把局长办公室让给你啊？你海盐，1998年由港务局分得福利住房1套，建筑面积93平方米。这符合港务局对你的分房标准了吧？你调查我？你占用宿舍，扰乱办公秩序，我不能调查你吗？赵小苏，把我的话记下来。下午6点钟之前，海盐不搬出宿舍的话，停职处理，后面自行调离东江港，否则停发工资。这个事儿是不是缓一下？秦局啊，这是非曲直如此明了的一件事儿，还有必要缓议吗？其他人就不用我一一通报了吧？你没有权利一手遮天，局长有权利搞一言堂，对不对？对，这个你说对了，我不能一手遮天啊，我也不能搞一言堂。赵主任，召集党委委员，下午1点钟来办公室开会。好，我马上通知。
好，各位，该说不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个搬离值班楼的最后期限是下午6点钟，搬不搬呢？你们自己看着办吧。秦局长，你看他怎么？还让我再重复一遍吗？走吧走吧，我家孩子还靠工资吃饭呢。王总，太感谢您了，有您亲自出马，肯定能够打消我们领导心里的疑惑。卢倩，这件事情让你这么上心，天天往我办公室打卡签到的，我要再不陪你走一趟，我还真不指望能帮其他事儿了。让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别不好意思啊，以后有你报答我们的时候。那是一定的。走，去见见你们江局长去。走。最近大家分头调研了港口各个下属单位的情况，我们总结了一些心得体会。一位，你把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我负责会议记录，没有发言权。没那么多规矩啊，只要对东江港发展有好处的声音，大家都听一听。是啊，小沈，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有什么高见就说说呗。东江市近江通海，是沿海开放地区向内地梯度推进的重要交汇点和中继站。东江长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已经建成，便捷的交通为东江港成为综合性的物流中心创造了必要条件。尤其是我们这个东江港的这个西口码头，那可是我们长江干线综合能力最强的煤炭能源输出港。没错，良好的港口条件使东江港可常年靠泊5000吨级海轮，中水期可靠泊10000吨级海轮。到了枯水期呢，它又是川鄂赣等省的物资在这里中转运输最理想的港口，也是长江溯水而上第一个深水良港，担负着国家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国外和内地之间的中转运输工作。随着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相信未来东江港的中转地位将会更加的突出。这守着金饭碗，我们没有理由讨饭吃吗？说大话谁都会。啊，刚才小沈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东江港呢，实际上常年亏损，积重难返。要想改变现状，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秦局说的是，还得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哎，张总，我们今年预计是亏损多少钱？2000万吧？是。我想啊，那咱们明年把盘子翻过来，咱们变成盈利2000万。什么？盈利2000万？我没听错吧？江局长，您这话有点夸大了吧？按照目前的状况，不扩大亏损，就算是烧了高香了。有亏为盈，这个不太现实吧？江局长啊，你刚刚把崖山的那个刘科长的这个饭局给砸了，然后他去跟老廖这么一汇报，我们两家呢这关系更加雪上加霜了。如果煤码头没有创什么盈利，我们不喝西北风就算不错了。要想盈利，靠什么？靠这些重组的低价值的资产。我来给大家算一笔账啊。各位有人算过我们港务局1年的冗费开销有多大吗？就光招待费这一项，啊，我们局里下属各个部门有28个人有签单权。已经3年了，我们港务局连年亏损，可这招待费的费用可是每月攀升。我还了解到，这大家吃饭啊，这招待不光是要吃光。走的时候呢，每人还要再买1条烟，也要算到招待费里面。
秦局不是批评我吗？说我砸了人家崖山煤矿供销科科长的桌子，太不讲情面了。可是我看着他们喝的那是工人的血汗啊，我他妈能不砸桌子吗？对不起，我骂人了。该骂。老实说，江局长，我都想骂人。这么大的一个港务局，必要的支出都是难免的。朱副局长，您是管调度的，你给我报一笔账，1000万的招待费用你全都花出去，按照投入产出比，你能给我创造出1个亿的产值吗？这个是我们商务处上个月的通讯费，光这个通讯费就是7800块钱。我想弄明白了，这都是打给谁呢？这大多数的电话都是国际长途啊，而且是长时间的国际长途。这商务处什么时候开展国际业务了？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有这回事儿？我知道啊。局里呢，很多同事的孩子都在留学，那这办公室呢，就成了免费打长途电话的平台了，毫无节制的打呀，那打的一点都不心疼。这商务处如此，其他的部门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再这么下去，你什么样的家底儿也得糟光啊！哎，在这里，首先我先做个自我检讨啊。这管理上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这2年我们这班子能力有限，管理疏松。现在啊，江局长来掌舵了，我们大家要好好的在他的领导下，重新自我反省、自我整顿，走出低谷，啊！大家都想知道，我们怎么能够明年扭亏为盈？那我就说呀，咱们就先从清查冗费开始。各个部门、各分公司的1把手，都把清单全交出来，由局里面成立一个财务结算中心。如果各部门呢有需要宴请呢，要上报局办，申请事由、用餐人数、用餐标准。如果没有经过分管局长的签字，一切的费用不给报销。我算了一下，你光这一项，我们全年就能节约200万。另外，像这个交通啊、通讯啊、办公费用啊，由财务中心推出一套合理的报销制度。我跟张江算了一下，如果从今年开始执行严格管理，我们全年最少可以节省500万。这还不算可以堵塞的基建成本费用。江局啊，最近跟我算了一笔账，他说的完全可行。咱们东江港啊，早就该整治整治了。大家先别兴奋啊，刚才算的呢是冗费这个账，下面呢，我跟大家再算一本这个业务的账，我跟大家通报一下，大家议一议。我们这煤码头的服务标准太落后了，光是煤炭消耗这一项，我看就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这个防护措施呢不够过硬，1年的煤啊风吹日晒，客户每1年这煤炭的损失数以万吨计，长此以往，客户怎么能不会转到其他的港口呢？是啊，谁也不想承受这么多无谓的损耗，除非那人脑子进水了。不光是煤码头，我这2天呢还去了2个散货码头，我亲眼看到，人家客户呢陪着笑脸，拿着烟拿着酒，求我们能够文明装卸了。可我们呢，这香破包开的情况还是屡屡发生。你就这个服务，你让人客户以后还会再来吗？是啊，你服务标准不提高，光靠喝几场酒啊，是留不住客户的。江局，您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事不宜迟，由您带头，咱们干起来啊，绝不含糊。那行，
那这事儿就麻烦由你牵个头，好吧？好，会后我马上组织实施。先把方案做出来，再向您汇报。你不用向我汇报，你们的会我都参加。我们制定出来的标准一定要既科学，还要有实际可操控性。同志们，不算分公司啊，只是煤码头这一块儿，如果今年煤炭的中转量能提升400万吨，那么利润绝对不会低于2000万。所以说，只要我们坚持推进改革，实抓实干，明年利润2000万不是天方夜谭。